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在面相学当中，人们常说富人无寿耳，也就是说耳朵大并且耳垂厚实有肉，通常都是有福气的象征，同时也是智慧的象征。耳垂厚大有肉的人，胸怀宽广，为人大度，口才不错，擅长与人沟通，能够拥有较好的人脉资源。这种耳相的人，无论男女，财运都非常好，事业发展顺利，会赚钱也会存钱，一生不会因为钱财而犯愁。也有这么一句话叫做耳薄向前，迈进田园，说的是耳朵薄无耳垂的人的财运平平，经常会因为一些事情而破财，很难守住财。那么没有耳垂的人都有哪些命运特征？真的难聚财吗？富人的耳相都有哪些特征呢？一起和大佬来了解一下吧。一、没有耳垂的人命运如何？一、耳朵薄小没有耳垂的人易破财。整只耳朵长得小而肉又薄且没有耳垂的人很容易散财，可能因为浪费或人生遭遇失败而破财。要想赚进一点钱，确实不是一件易事，所以要特加留心，应注意培养自己对于金钱的概念，提高理财能力。二、没有耳垂的人物质欲望强。耳垂生得薄小或者没有耳垂的人，先天肾气不足，物质欲望很强，永远都没有知足的时候，对金钱和物质的需求超过一切。在金钱能够满足的情况下，他们会把所有钱都投入在生活方面，不管获得多少钱财，总是有能力将其消耗掉，所以很难存住钱。同时，耳垂薄的男人到晚年时期往往运气不佳，体弱多病，或子女不能尽孝，或代表父母身体不好，还是应及早孝敬老人才是。三、耳垂薄小的人重感情。耳垂的肉极薄而且肉小的人想象力丰富，对人感情味浓，是性情中人。不过他们对现实有点漠不关心，好幻想，缺少一种计划性，往往凭一时的情绪欲望而处事。四、耳垂尖细的男人薄情。还有一种耳垂比较尖细，就好像鸡嘴一样尖尖的，民间称为鸡嘴耳的耳相。具有鸡嘴耳的男人相对比较薄情，不太值得托付，责任感较差，其中不乏看去英俊但却是忘恩负义，甚至欺骗女子感情，骗取钱财的男子。当然不能说这样耳朵的男人都不好，只是相对大耳朵的男人而言，女士们在跟鸡嘴耳的男子交往时，需要睁大眼睛，多加注意。另外，耳垂薄而尖小的人行动敏捷，有可能是智商较高，但却小心眼儿，不知足，贪心重，这导致他们幸福指数总是不高。而耳垂小的女性则是可能出现婚姻不稳定的问题。二、富人的耳相都有哪些特征呢？一、耳朵高于眉毛。从面部正前面看，人耳朵上部的位置与眉毛同等高度，或是高于眉毛。传统面相学上认为这是一种吉象，代表头脑聪明，事业有成，重视精神层面的生活，情感也比较丰富。耳朵上端高于眉毛的人，其头脑很是聪明，智商较高，做事积极，有着坚持不懈的个性，可享富贵。假如女性的耳朵高于眉毛，骨肉也很匀称，说明此女不仅聪慧，而且极其灵敏，十分注重精神生活。而且耳朵高于眉毛的人能够与人融洽相处，是大家所说的那种好相处的类型，并且看人做事都有眼光，贵人越好，能积累丰富的人脉和财富。二、耳朵白于面部。这主要是指双耳颜色较面部颜色略浅，或者是白于脸部肤色，此乃极好的耳相。拥有此相之人聪明有头脑，思想独立，自强的个性，令其善用智慧拼搏出一番事业，进而成为专业领域的权威人士，威信力可见一斑。三、耳朵轮廓分明。一个人的耳朵轮廓分明，代表此人聪明且悟性高。什么叫做轮廓分明呢？
也就是正面一眼看过去分明，容易辨识，没有出现无耳轮或者是无耳廓的情况。这一种耳相的人通常学习能力比较强，有潜力，福运深厚，无论做什么都容易取得成功，对自己感兴趣的事情能够用心去做到尽善尽美，同时在完成事情的过程中，即使遇到困难也不会被轻易打倒，能够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去解决掉问题，悟性高，够机智，不拘泥于小节，也不轻易受他人影响而乱了方寸。4. 耳朵与耳门皆大。耳朵大乃福相，说明此人头脑清晰，行事稳重，精力充沛，喜乐此不疲地追求知识，并有着过人的见解。总之就是属于脚踏实地的类型。而耳门又宽大，说明其心胸亦开阔，智商不低，才思泉涌，才会在一些领域取得不俗的成就。5. 耳朵贴面。耳朵贴面是指一双耳朵与面部几乎没有距离，从正面看去几乎看不见耳朵，仿如耳朵收在脑后似的。古书上有对面不见耳，主大好之说，说的就是贴面的耳相一般思虑紧密，行事果断，能够成为一行业的带头人。生有这样耳相的人，无论男女，都有非常强的管理和经营能力，善于投资，做生意会赚大钱。同样，这样的人常常在晚年也能够收获较为丰厚的财富，一生财运无衰败之时。6. 耳朵有垂珠。耳有垂珠是好福气、好命运的表现，也是财富的象征。通常一个人的耳珠越大越下垂，则表示财运越旺盛，生活较为富足，不会有缺钱花的情况。耳珠也为贵人运，通常耳有垂珠的人心地也比较善良，能够因为自己的热心肠而获得多数人的赞许和喜爱，进而给自己带来不错的贵人运。要注意，耳珠要饱满，不外翘，整体和谐。7. 耳朵的耳洞大且深。在耳相里，耳门是耳洞及其周旁位置。一个人的耳洞大并且够深，说明此人的智力发达，是一个有潜力的人。耳洞宽大并且深厚，这种耳相的人才智高，灵感多且丰富，深受大家欢迎喜欢。这一类型的人要好好利用自己的优势长处加以发挥，就能够取得理想的成绩。而且这一类人的眼光够长远，志向大，一般都能够从事有发展潜力的行业，运用自身的聪明才能，能够有所建树。8. 耳朵红润亮泽。一个人的双耳若是颜色和亮度都较为红润亮泽，这种耳相之人通常都是从事一些与官场仕途类的职业，这样较为容易有声名远播的机会。若是能够挖掘出自己在这一方面的潜能，这样影响度更强。这一类型的人在仕途的机遇很不错，能够有晋升的机会。如果能够积极好好把握，上升的速度明显会比同阶级的人要高，事业必能顺利发展，升职加薪指日可待。9. 耳相之硬实宽大。一个人的耳朵厚实，硬且宽大，这样的人大多都能够长寿。如果耳朵的耳骨单薄，两耳窄小，这样的耳朵往往福气都较为薄弱。一般拥有好的耳型，通常自身身体健康状况方面都优于他人，身体的免疫力强，精神面貌好，有活力。当然，耳相好不好并不能完全决定一个人今生的命运吉凶，正可谓相不独占，不能只凭一个部位便决定人一生的富贵贫贱，一定要根据面部各部分的长相特征综合分析，才能得出更为准确的结论。好了，耳朵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因为耳朵的存在，我们才能听到声音。而在传统的面相学中，一个人耳朵的长相对运势考究起着重要作用。耳朵长得好，命运才会越来越好。那么女人有福气的耳朵有什么特征？没福气的耳朵有什么特征呢？下面就跟大佬一起来看看吧。1. 富贵命女人的耳相。1. 耳朵肥厚的女人。耳朵是一个人的采听宫，耳朵肥厚并且有色泽的话，
说明这个人的运势是非常好的，做事动力比较强，只要是决定要做一件事情，都能够马上行动起来，而且绝对不会拖泥带水，所以他们财运上能够很顺利，而且不会破财，赚得多花得少，经常是能够攒下很多钱，所以对自己的家庭也能够有一个好的付出，钱财也是过手留下，也不会被人骗，所以能够制定自己的理财计划，每月的钱财都能够很好的节省起来，能够更加努力和勤奋，所以才能过上更好的生活。2. 耳垂厚大的女人。耳垂厚的人有福气，可享金钱运，特别是耳垂肥厚只能够放下米粒者，更是显富显贵的人。这种人身硬体朗，心情酣畅，风光霁月，金钱运、朋友运都不错，对人非常宽厚，有一份温馨谅解的心意，所以家庭较幸福，人际关系也相当不错。根本上他们没有欲念，但也不缺什么钱花，还能够自然地增加财富。君不见年画中的罗汉、菩萨像耳垂都是厚重的，从而让人觉得耳垂厚是好的命相。耳垂或垂珠虽小，但有些人却是富有者，他们或属继承财富，或是做投机生意或不测之财者。还有特殊的例外，是垂珠小但恶行端正者，他们能够借此补偿缺失，使自己得心应手。3. 耳廓宽大的女人。一般来说，拥有大耳的人比小耳更容易获得福报。所谓耳门宽广，聪明豁达。耳廓大的女人度量也大，做事有耐心、包容心，个性稳重谨慎，求知欲强，有过人的见解，且有领导风范。如果专注于事业，很容易成为一个成功的事业型女强人，一生衣食无忧。4. 耳后有痣的女人。耳朵后面有痣的女人一般是富贵相，不是家境富裕，就是能嫁给一个有钱人，一生不为钱财所困。事业运和爱情运也很不错，容易遇到有缘人。耳后有痣也是健康的象征，平时少病少灾，生活平淡且幸福，是受老天爷眷顾的面相。5. 耳朵高与眉平齐的女人。在相学当中，耳朵高于眉毛也是非常好的面相。耳朵高于眉毛的女人通常是非常聪明的，思维缜密，考虑事情周到，知道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这种类型女人品行端正，为人善良正直，与父母六亲的关系非常好，在打拼的过程中也会得到父母以及贵人的帮助与扶持。而高于眉的女人在婚姻关系方面是非常幸福的，大多数人都能够与心爱的对象组合家庭，婚后的生活幸福圆满，小日子顺风顺水，各方面发展都很理想。另外，而高于眉的女人财运也特别好，在赚钱方面很有自己的方法，并且也很善于理财，在偏财方面的收获是非常好的。6. 耳朵轮廓分明的女人。耳朵轮廓分明，硬度适中的人，注定是一生很有福气的人。从小出生在富裕家庭，自然幼年生活不错，同时这一类人也有着一定金钱运，无论是正财运还是偏财运，都是可以得到不错的收获。7. 招风耳的女人。招风耳的女人其实是容易一夜暴富的，这样耳相的女人其实很乐意去冒险，也是乐意去尝鲜的，所以在他人都不敢的时候，他们去了；在他人都不愿意的时候，他们愿意，从而也得到了一些更好的机会，在某种程度上是很可喜可贺的。8. 双耳贴脑的女人。我们经常会说，如果从正面看不到这个人的耳朵，那么这是一种很有福气的耳相。扎有这种耳型的人一般头脑非常聪明，智商较高，看待问题时眼光比较独到，考虑事情目光也比较长远，事业上常有贵人相助，很少走弯路，事业发展顺利。有俗语称正面不见耳，富贵暗中藏，讲的就是这样的人，具有极好的运势，
头脑聪明灵活，家境优越，具有非常高的家庭地位，比别人更容易获得成功，命中显贵。只要肯努力，一定能够富甲一方，光耀门楣，是绝佳的儿相。不管做什么事情都非常顺利，他们也非常有自己的看法，做事情比较坚决，自己看好了就不会犹豫，眼光非常好。9. 大耳朵的女人。在面相中，通常认为耳朵大的人是非常有福气的。耳朵大的女人，耳廓、耳轮、耳孔都比较大，财运较强，具有比较聪明灵活的头脑，做事灵活，脑子更快，不会拘泥于小节，志向远大，能够长久地坚持下去，完成自己的目标。10. 鹿耳的女人。如果一个女人的耳朵微微向前倾，并且色泽红润，看上去很通透，这种耳相被称为鹿耳。拥有鹿耳的女人，心地善良，真诚友好，重情重义，只要朋友需要帮助，他们都会给予力所能及的支持，所以在生活当中有着很好的人际关系。拥有鹿耳的女人是很有事业心和打拼精神的，不会因为自己的性别而放弃努力，大多数人在事业上都会取得很好的发展。11. 宽耳的女人。如果一个女人的耳朵比较宽的话，也是非常好的耳相。这种耳朵的女人心胸豁达，做事谨慎小心，不论在什么时候都会保持清醒的头脑，也会脚踏实地地做好本职工作。拥有宽耳的女人性情随和，平易近人，在生活当中会有很多朋友，遇到困难的时候也会有很多人给予帮助，所以这种类型的女人在很多方面的发展都很如意，拥有着让人羡慕的人生。2. 没福气女人的耳相。1. 耳朵小且耳返阔露的女人。一个女人要是耳朵小且耳返阔露的，这样的女人一生运势都相当的不好，只能过上平凡的生活，难以让自己很幸福的在平时的生活中，不喜欢发表自己的意见，给人一种沉默寡言的感觉，不善于与他人交朋友，所以人际关系方面特别差，遇到困难的时候难以得到他人的帮助，有种孤立无援的感觉，无法得到身边人的帮助，而且他们的身体素质也很差，很容易就遭遇各种疾病的侵袭，甚至容易遭遇到意外流血的情况。这样的人财运方面也不是很好，难以让自己赚到钱，也不能让自己守住钱，花钱的时候相当大方，容易出现大手大脚花钱的情况，甚至会出现破财或者是破产的情况。总之就是特别的倒霉，经常都会让自己感到很烦恼。2. 耳朵上端又尖又薄的女人。通过面相分析能知道，耳朵上端又尖又薄的女人难以积聚财富，她们天生就是很倒霉的，花钱的时候大手大脚，而且很容易就会遇到破财的情况。到了中年之后，基本上钱财已经挥霍的差不多了，婚姻中有可能会让自己成功的嫁入豪门，但无法跟对方长期维持下去，这样的婚姻一般都不会幸福的，因为两个人的感情是不合的，经常都会因为一些小事情而争吵，最后会导致分手的。他们到了晚年的时候，只能过上很凄惨的生活，手头是很紧张的，身边没有人照顾自己，子女也不会关心自己。3. 没有耳垂的女人。耳朵分为上中下3轮，耳垂部位位于最下方，代表着一个人的物质欲望、想象力和享受欲，对一个人的财运有着很大的影响。一般来说，如果一个人的耳垂长得厚大的话，这种人不论男女是很有福气和财气的。如果女人没有耳垂的话，这种女人一般想法非常不切合实际，特别爱幻想，做事喜欢感情用事，缺乏规划，对任何事情总是抱着一种很漠然的态度，赚钱比较困难。好了，今天的觉得脸上某些痣影响自己的颜值，因此想去点掉，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不过从痣相学角度看，
不同位置的痣代表不同的含义，会对人的运势产生好的或不好的影响。其中某些痣表示聚财，能给人带来好的财运。下面就跟大佬一起来看看身上哪些地方长痣聚财吧。1. 耳朵上长痣，耳朵为肾之外窍，代表着一个人的智慧、健康和福气。如果一个人的耳朵长痣的话，这种痣大多为吉痣，常有此痣的人一般头脑非常的聪明，反应比较快，而且身体素质非常好，身体健康，不容易受到疾病的侵扰。这种人智商较高，有着很强的思维和判断力，尤其是耳廓或耳纹处长痣的话，理财能力非常强，即使挣不到大钱，也会慢慢积少成多，变成有钱人。2. 胸部长痣，如果一个人的胸部长痣的话，在相学中也有着胸怀大志的说法，常有此痣的人一般很有志向，心怀高远，属于难得的富贵吉痣。尤其是长在胸部内侧的痣，代表着这种人头脑非常的精明，有着很强的思考力，而且遇事冷静理智，做事有井有条，所以事业发展稳定，收入稳步增长，能够掌握家中的经济大权。而若是胸部下方常有黑痣的话，这种人非常的聪明强干，财库丰隆，善于理财。这颗痣长得越大，代表着财气越旺，子女孝顺有出息，一生富贵贤达。3. 上臂外侧长痣，如果一个人的上臂外侧距离肩膀大概5指宽的位置长痣的话，这颗痣在相学中称为进财痣。一般来说，此处长痣的人大多挣钱能力比较强，而且善于积累，属于那种只进不出的类型，不太会花钱，所以钱财也是越积越多，容易富贵。如果是左手臂进财痣的下方1寸处长痣的话，这颗痣在相学中称为藏珠痣。常有此痣的人，无论男女，大多都属于那种理财高手的类型，存钱能力比较强，从来不会为钱发愁。4. 手背有痣，在相书中有这么一句话叫手心主富，手背主贵。如果一个人的手背长得肥厚且有吉痣的话，这种人大多属于那种动手能力特别强的人，有着很强的掌控欲和占有欲，对于金钱的管理能力比较强，善于理财，婚后往往能够掌握家中的经济大权。而且这种人天资非常高，做事往往能够举一反三，也善于交际，在事业上容易得到贵人的相助，遇到很多好的机遇，年纪越大，事业发展的越好。5. 手掌有痣，如果一个人的手掌心常有吉痣的话，这颗痣主富贵。有句老话形容一个人对某事很有信心，都会说尽在手掌之中。这种人大多属于那种心思特别缜密的类型，凡事都喜欢精打细算，考虑事情特别的全面和细致，做任何事情都是谋定而后动，三思而后行，所以很少会出现太大的过错。虽然有时会因为太过谨慎而错过一些机会，但是在自己特别擅长的领域内，往往也能取得不俗的成就。这种人是非常适合从事一些工程师或会计师等对于细心要求比较高的职业的，属于那种越老越吃香的类型。6. 后背腰上有痣，古代形容一个人有钱习惯用腰缠万贯这个词，腰部代表着一个人的财运和财库。如果一个人的后背腰部位置长痣的话，这颗痣属于一颗典型的聚财痣。常有此痣的人一般自我控制能力非常强，遇事特别的镇定，能够沉得住气，对待工作也特别的有热情，做事踏实而认真，即使取得一些成就也会不骄不躁，特别的有智慧，属于天生的理财高手。这种人非常的适合经商，有着很强的挣钱和聚财的能力。7. 眉毛长痣，在相学当中，若是痣长在眉毛内，多半会有眉利藏珠之意，以此处的痣藏得越是隐蔽，则痣也就会越深，而且往往大多数的情况下，拥有此种极致的人，他们为人比较低调，个人有主见，自身的能力比较强，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样事情，懂得乘胜追击，一旦给到他们机会，就一定会快马加鞭，有望一鸣惊人，成为有钱人。8. 下巴长痣，下巴又称地格，在面相学中，下巴代表了一个人中年之后的运势，下巴有痣象征着巨大的福气，此处长有极致的男人，在会后个人运势会越来越出色，婚姻感情顺心，事业也是蒸蒸日上，发展越来越好。即使有遇到些许困难，最后也总能逢凶化吉，凭借自己的努力度过难关，容易受到伯乐的赏识，财神也经常主动找上门来，容易有意外之财，注定能执掌权力和财富，羡煞旁人。9. 后肩长痣，在相学当中，若是一个人的后肩的位置处长有吉痣，痣象大而黑亮，或是常有肉痣，则往往大多数的情况下，此人的事业心会非常的强，做事有担当，有能力，是全家人的顶梁柱，只要是有困难，他们必定会一马当先，取得更加不错的发展。
而且这样的人往往会有更大的出息，自己赚钱也会带着全家人一起发财。10. 小臂内侧长痣。在相学当中，若是一个人的小臂的内侧的位置处长有吉痣，则往往这样的人命中多半会得到贵人的提携与帮助，家庭条件会非常的富裕，而且他们肯担当你，为人仗义，敢于替身边的人行下仗义，往往在工作生活当中会取得更加不错的发展，所以他们的事业会比较平稳，有不错的福报，年龄越大，他们的福缘也就会越深厚。11. 嘴角长痣。黑痣长在嘴角的人命理之中有天界吉星入命，虽说福气比较多，但是分配不均，前期少后期多，因此他们在早年生活中会吃一些苦头，而随着时间的推进，赚的钱会越来越多，生活越来越好，后福齐天享不尽，平平安安过一生。拥有这类面相的女人生来就能巨富巨财，衣食无忧，一般多福气满满，在财富上面有着自己的独到天运，对后代的财运也会有所加益。你对金钱的态度非常务实，相信一分耕耘才有一分收获，凭本事赚钱，甚少有贪求之心。12. 脚上长痣。黑痣生在脚上的人前段时间由于运势不佳，虽说东奔西走的去工作，但是赚到的钱财并不理想，自己身心都感到非常的疲惫。好在7月黑痣生在脚上的人命理之中的一马吉星相助，让黑痣生在脚上的人在东奔西走中运势大增，钱财赚了又赚，财富成倍翻。待人处事温和有礼，心胸宽大，工作认真负责，做事很有干劲，是个值得信赖的人。这样人容易受到信任和认可，通过加倍努力，往往财富能滚滚而来。13. 额头痣。在面相中，额能统正人的天庭、天中、司空等部位，因而命理学家以为从面相上推断一个人的运势好坏，主要看其额头。额头象征人的福气，透露出一个人祖上遗传、智力表现、财运、桃花运等。在相学中，额头饱满的人福气好，财运旺盛。如果人这个部位长有黑痣，说明非常有福，各方面的运势都不错，起点比一般人高，能轻而易举就能赚到大钱。14. 眼角痣。在面相中，眼角部位代表经商，若是眼角上长有黑痣，这个痣则被称为经营痣。有这种志向的男人一般头脑聪明，思想观念先进，为人处事稳重，擅长经商。他们可能文化程度不高，但头脑灵活，个人能力很强，做事懂得变通，善于抓住机会。这类人通常靠经商发家致富，家财万贯，而且善于理财，守财有道。15. 颧骨有痣。颧骨有痣的人人际关系不错，很擅长处理自己和长辈之间的关系，不过他们的事业发展都不错。这样的人在职场上有一定的权势和地位，大都是成功的管理者，但也容易因为权力的问题产生矛盾，导致暗斗很多，伤心伤神。男人颧骨长痣的男人们挺有上进心，气质亦不俗。好啦，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愿您时时心清静，日日是吉祥，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